What's the address you need the ambulance at? 1717 North Dale. Is that a house? Is that a house or an apartment? It's a house. Okay, what is your callback phone number? Damn it. I'm sorry. What's your phone number? Tell me exactly what happened. My son, since I got him from his grandmother's after she threw him out, he's been doing a lot of really weird things, like drinking his own urine. He's pooped all over the house, smearing it everywhere. Sometimes he'll eat a whole bunch. Sometimes he doesn't want to eat at all. Okay, what's he doing today, ma'am? It's getting late, so I'm sorry. What's happened today? I went upstairs because I hadn't heard from him and found him unresponsive on the floor. Is he breathing? No. Okay, I am sending the paramedic. I CPR before I called you guys, and I can't get anything. Okay, is there a defibrillator available? If so, send someone to get it now and tell me when you have it. I don't have one. Okay, I am sending the paramedics to help you now. Stand the line, and I'll tell you exactly what to do next. He is an adult, is that correct? I'm sorry. How old is your son? 8. He's 8? Yes. Okay, are you with him right now? Yes. 大家好，我是小小，欢迎来到24探案。纳文·琼斯于2013年12月27日出生在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他的父母是布兰登·沃克和斯蒂芬妮·琼斯。然而，纳文的童年从一开始就笼罩在不幸之中。他出生时，血液中检测出违禁药物类物质，显示其母亲斯蒂芬妮在怀孕期间可能存在药物滥用问题。因此，纳文和他的哥哥本特利出生后不久就被儿童与家庭服务部 DCFS 介入，暂时移交给了他们的祖母布兰登的母亲劳拉·沃克监护。劳拉在2017年正式获得了纳文和本特利的永久监护权。在祖母的照顾下，纳文度过了相对平静的4年。他在华盛顿市上学，结交朋友，生活看似正常。劳拉在庭审中回忆，纳文是一个甜美、爱笑、充满个性的男孩。然而，这短暂的幸福在2021年夏天戛然而止。2021年7月，劳拉因母亲在佛罗里达州病重，需前往探望。他将纳文和本特利暂时交给布兰登和斯蒂芬妮照顾，原计划仅为10天。然而，当劳拉8月1日返回伊利诺伊州时，布兰登和斯蒂芬妮拒绝归还2个孩子。劳拉多次尝试通过电话和亲自上门联系，但均被拒之门外。斯蒂芬妮甚至威胁他离开他们的住所。劳拉意识到情况不对，立即向皮奥里亚警方和 DCFS 求助。2021年8月17日，他报警称布兰登和斯蒂芬妮非法扣留孩子，并描述他们的住所肮脏不堪，堆满垃圾，担心孩子的安全。警方记录显示，警官威尔斯到达现场，与劳拉交谈后确认他是孩子们的合法监护人。然而，斯蒂芬妮声称她和布兰登已经照顾孩子们2年，且劳拉因不想再管孩子而放弃监护权。这一说法与劳拉的陈述完全矛盾。令人费解的是，警方并未强制带走孩子，而是将他们留在布兰登和斯蒂芬妮家中。警方的报告甚至错误记录劳拉不想再处理孩子，这被劳拉强烈否认。他认为警方和 DCFS 在此刻完全失职。随后 DCFS 尝试于8月18日和19日探访布兰登的住所，但均无人应门。8月24日，劳拉再次报警，提交了失踪人口报告，称不知孩子们的下落。10月， DCFS 终于联系上布兰登。他声称全家已搬至佛罗里达州，并计划10月21日带孩子们回伊利诺伊州看医生。然而 DCFS 核实后发现根本没有预约记录。佛罗里达州儿童保护机构也确认布兰登和斯蒂芬妮在当地无不当对待记录。基于此， DCFS 于2021年11月3日以无根据为由关闭了调查，甚至未确认孩子们的具体位置和状况。令人愤怒的是，负责此案的侦探还建议将孩子们从失踪人口数据库中移除。2022年2月，一通匿名举报电话重新点燃了对纳文的关注。举报人称纳文眼部有黑眼圈，常被锁在地下室，未入学，身上很脏。此外，举报人提到纳文因半夜偷吃给狗准备的鸡肉而被惩罚，
斯蒂芬妮甚至会在不想管他时将他绑起来锁在地下室。DCFS 再次启动调查，但连续几天探访均无果。2月22日， DCFS 调查员凯西·哈维终于获准进入布兰登的住所。他观察到纳文瘦弱、病态、身材矮小，但布兰登和斯蒂芬妮坚称他经常吃饭，只是无法增重。哈维看到纳文在吃爆米花和喝果汁，便未进一步追究。他询问孩子们是否安全，纳文和本特利均表示安全，否认遭受不当对待。然而，哈维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孩子们在不当对待环境中往往会因恐惧而隐瞒真相，尤其是在父母面前。哈维注意到纳文的健康问题，建议带他看医生，但布兰登以没有监护权为由拒绝。他并未采取紧急措施，而是联系劳拉，催促他将临时监护权移交布兰登，以便纳文接受医疗护理。劳拉担心纳文的健康，勉强同意签署文件。哈维在庭审中承认，他认为纳文的状态并非危急，并表示自己无权带走孩子。这一决定成为案件中最致命的失误之一。2022年3月29日，斯蒂芬妮拨打911，称纳文在家中无反应。他在电话中抱怨纳文行为怪异，喝尿，到处涂抹粪便，并称自从祖母那里接回他后，他时而暴食，时而不吃。然而，他迟迟未提到纳文已停止呼吸，直到接线员追问。他还提到将纳文放入冷水淋浴，试图唤醒他，但毫无效果。警方和急救人员迅速赶到位于皮奥里亚北盖尔街1717号的住所。他们发现纳文躺在浴缸中，身体瘦得只剩皮包骨，体重仅30磅，约 13.6 公斤，眼窝深陷，身上布满淤伤和瘢痕。急救人员尝试心肺复苏，并将其送往医院，但纳文最终被宣布死亡。尸检报告显示，纳文死于极度营养不良和不当对待，其体内脂肪层完全消失，心脏等器官重量远低于正常，腕部有明显绳索勒痕，身体多处有不同愈合阶段的钝器伤，显示长期不当对待。现场勘查揭示了纳文生活的恶劣环境。他的卧室仅有一张无床单和毯子的床，一张梳妆台和一个玩具，门上无把手，用绳子从外侧系住，防止他离开。门上贴着一张字条，写着：不要给纳文食物或饮料，不要放他出房间，直到我醒来。房间内的壁橱散发恶臭，墙壁和地板上满是尿液和粪便痕迹，表明纳文被长期困在其中。相比之下，本特利的房间却像普通孩子的卧室，配有床单、玩具、电视和游戏机，冰箱和储藏室也装满食物。纳文的死亡引发了皮奥里亚警方的深入调查。3月30日，布兰登和斯蒂芬妮被以一级谋杀罪逮捕。警方在纳文房间发现的物件、字条和监控摄像头证实了他长期遭受不当对待。皮奥里亚县验尸官的病理学家和儿童不当对待儿科医生确认，纳文死于慢性营养不良，体重从2021年6月的43磅降至30磅，身体多处伤痕显示持续不当对待。本特利在被害人影响陈述中透露，父母曾谎称祖母劳拉已去世，并强迫他参与不当对待。劳拉证实了他多次向 DCFS 和警方求助，但无人采取行动。警方提取了布兰登和斯蒂芬妮的手机短信，揭示他们合谋不当对待纳文。例如，斯蒂芬妮在短信中写道：纳文试图挣脱绑住的手，他在墙上故意撒尿，我要绑他到地下室。布兰登回复：随便哪个都行，你这可爱的小毛女。这些对话直接推翻了布兰登不知情的辩解。调查显示 ，DCFS 在2021年8月至2022年2月多次错过干预机会，尤其是凯西·哈维在2月22日的探访中忽视了纳文的明显病态。通过这些证据，检方构建了布兰登和斯蒂芬妮共同实施不当对待的完整链条。皮奥里亚县检察官乔迪·霍普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纳文的死是残酷且残忍的，父母的行为令人发指，他们应面临终身监禁。布兰登·沃克，42岁，经营一家汽车维修和拖车生意，工作时间长，经常不在家。他在庭审中试图以工作忙碌和无监护权为借口，否认参与不当对待。然而，短信证据和本特利的证词显示，他不仅知情，还积极参与不当对待。
布兰登曾因轻微违法行为如交通违规被记录，但无重大前科。斯蒂芬妮·琼斯，37岁，有长期的心理问题和药物滥用史。2007年，他的3个月大儿子奈吉尔死亡，最初被认定为婴儿猝死综合征，后经重新调查确认为窒息，可能是不安全睡眠环境所致。斯蒂芬妮在庭审中承认有解离障碍，但检方认为他试图以此逃避责任。值得注意的是，纳文似乎是家中唯一的替罪羊。心理学家分析，斯蒂芬妮可能因自身童年经历或心理问题，将纳文作为发泄对象，而本特利则被视为金童，受到较好待遇。这种分裂行为在不当对待家庭中较为常见。2023年12月7日，斯蒂芬妮在1级谋杀罪上认罪，作为认罪协议的一部分，他免于自然终身监禁，但面临20至100年的刑期。2024年2月，皮奥里亚县巡回法院法官约翰·维斯帕判处他100年监禁，需服满全期。法官斥责他为彻头彻尾的谎言者，认为其康复可能性几乎为0。庭审中，本特利的被害人影响陈述令人动容，他表示父母是最恶劣的人，纳文却是最好的弟弟。2023年12月11日，布兰登的审判开始。他辩护律师加里莫里斯将责任推给斯蒂芬妮，称布兰登因工作忙碌不知情，且无监护权，无法带纳文就医。然而，检方助理检察官唐纳克鲁兹通过短信证据和医护人员证词，证明布兰登曾带本特利就医，驳斥其无监护权辩解。布兰登声称最后一次见纳文是2天前，两人一起看电影，纳文还能爬2层楼梯，但尸检报告显示纳文在死前几天已无法行走。12月15日，陪审团仅用45分钟便裁定布兰登1级谋杀罪成立。2024年2月28日，他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布兰登表示将上诉，但证据确凿，上诉前景渺茫。纳文·琼斯的死亡是一个令人痛心的悲剧，暴露了多重系统性问题。首先， DCFS 的失职令人愤怒。凯西·哈维在2月22日看到纳文的病态却未采取行动，反映了培训不足、监管缺失和过度依赖官僚程序。DCFS 在2022年有171起涉及其监护的案例，显示系统性问题远未解决。时任主任马克·史密斯于2023年辞职，新任主任海蒂·穆勒面临巨大挑战。警方在2021年8月的处理也存在问题，他们未核实劳拉的监护权，未强制带走孩子，甚至错误记录劳拉的意图。这种疏忽间接导致了后续悲剧。布兰登和斯蒂芬妮的残忍行为令人发指，他们不仅剥夺纳文的食物和自由，还通过谎言如祖母已去世摧毁他的希望。斯蒂芬妮的心理问题和布兰登的冷漠合谋酿成了这场悲剧。然而，社会不能仅将矛头指向个人。纳文周围的邻居、老师、亲友是否也错过了报警的机会？我们是否足够关注身边的弱势群体？纳文的哥哥本特利是另一个受害者，他目睹了弟弟的痛苦，被迫参与不当对待，背负着终生的心理创伤。他的陈述提醒我们，不当对待的伤害远超直接受害者。这起案件呼唤改革， DCFS 需加强培训，降低调查员工作负荷，确保类似失误不再发生。法律应赋予调查员更多紧急干预权，同时追究失职者的责任。正如库克县公共监护人查尔斯·戈伯特所言，纳文的死是培训、判断或监督失败的结果。我们需要一个更敏锐、更人性化的儿童保护系统。纳文·琼斯短暂的生命充满了苦难，但他的故事不应被遗忘。他的死不仅是父母的罪行，更是社会的警钟。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关注身边的孩子，确保他们免受伤害。希望纳文在天国能找到安宁，也希望本特利能走出阴影，找到爱与支持。感谢大家收看这个沉重的案件。如果您有任何想法，请在评论区分享。下期视频再见。